欢迎大家来到立生国画小课堂。今天咱们准备的这个纸啊，是一个半松鼠或者松旋都可以的啊。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禅意的荷花。好，现在你看我呢，今天啊用墨汁。那么首先从莲蓬开始，你看墨汁出来以后啊，笔根上多余的水咱们把它沾一沾。下来从咱们的莲蓬开始，那么我看设计一下这里吧。那么莲蓬画的时候啊，大家注意一下，今天这个呢也是一个不要画一个圆的啊，带一点点侧面的，所以说咱们在画的时候，你看就给它来一点点椭圆形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这是第一步，下来再看咱们莲子，今天的莲子和大家也分享一个很漂亮的。那么今天的莲子咱们就要画小一点了，因为咱们今天啊，要画一个花瓣了，所以说今天的莲子呢，你看我就把它稍微的画小一点。那么莲子的多少也是一样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，根据自己的画面去画，我就不要画太多了。那么这里莲子画完之后，咱们把它莲子下边的小圈圈画一下。笔尖，因为咱们秋荷系列给大家做完了，所以说这两天啊，我继续会和大家分享一个秋荷系列，完了以后咱们有一个禅意画。那么你看莲蓬的边边啊，咱们给它稍微来一点。那么再一个就是大家知道侧面连墩墩的地方，咱们用小的线条，你看把它连接一下。那么这个线条连的时候啊，大家也看了长的短的，再一个呢也给大家说了，那么笔端一连，是不是？你看好，那么咱们莲蓬的地方画好了，画好了之后，咱们现在就看一下，我要把莲子晕染一下。那么今天的莲蓬在调颜色的时候啊，先用鹅黄色，这个是鹅黄。现在啊，咱们再挤点藤黄色，笔尖上调颜色啊，调咱们的藤黄色，笔尖上调咱们的藤黄色。调完之后，来一点点咱们的太青蓝，看过来啊，来一点点太青蓝。咱们从莲子最边边开始。那么今天啊，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漂亮的禅意的荷花。那么禅意的荷花，一个就是咱们要看到的是，构图的时候怎么去构图，是不是？然后再一个就是咱们晕染的时候啊，用笔调色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到，咱们把这里边啊，我现在要给它继续了，里边加一点点咱们的鹅黄色。你看里边我加了一点点的鹅黄色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莲蓬的颜色，是不是边边是绿颜色？里边呢稍微发了一点点的黄色了，所以说今天啊和大家分享这个，就是一个是调色，那么一个呢就是整个画面的表现啊。好，咱们这是第一步啊，侧面看过来啊，咱们今天侧面的莲蓬呢，咱们要画一个，你看笔尖上先是鹅黄，下来我要加一点点咱们的朱标色了。所以说今天啊看过来咱们的莲蓬是一个什么颜色？你看笔尖上我来了一点点咱们的朱标色，那么大家看到了是不是一个金黄金黄的就出来了？我把它点一下。那么你看只需要下边的时候，咱们用笔根啊把它压一下就可以。这个再给大家继续画完。那么下边根根的地方，我给它要再调一点点咱们的这个颜色啊，这个是咱们朱标色，我在笔尖上蘸了一点点朱标。那么下来就要看莲子尖尖了，莲子尖尖用一点点咱们的花青色，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烟紫色啊，花青色加一点点烟紫色，不要用墨色，一定记着啊，不要用墨色。那么我先点了一个这个莲子的尖尖啊，这个就是稍微啊，你看点一个莲子的尖尖。莲子侧面就是它那个，这个就是到了咱们那个素描课程给大家讲的那个3大面5调子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呢，你看我加了一点点太白，加到咱们的这个藤黄色里边啊。我现在呢要给它画一个润润的绿颜色了，从这个尖尖走，你看点它一下，这个应该稍微干一会儿啊。那么不干的话，你看它这个颜色就稍微有一点点晕，因为咱们这个纸啊是一个半松熟的
那么你也可以用什么？也可以用咱们的这个松鲜啊，就是这个就是生鲜半生熟都可以，画这个画啊，生鲜半生熟都可以。好，这莲子大家看到，咱们莲子上面画出来了。现在呢，笔尖上再调一点点咱们的太白色，太白调完之后加了一点点咱们的这个藤黄色啊。现在我就要画最下边了。那么莲子呢，你看尖尖的地方，咱们给它加一点点太白色。好，现在咱们再继续，你看莲子的下半部分紧挨着咱们莲蓬根根的地方啊，这个呢就是加了一点点太白。莲子弯弯的地方，咱们给它来一点点的鹅黄色啊，来一点点鹅黄色。那么让它跟着咱们这个莲蓬呢有一个变化，所以这一部分啊来一个鹅黄色，可以再稍微加一点点交叉啊，让它有一个变化就可以看。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今天啊和大家分享。你看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莲蓬，但是呢咱们在画的时候啊，给它仍然是画的非常有韵味儿。这个就是看怎么调色了啊，怎么用墨。笔尖上再来一点点咱们的藤黄，加一点点太白色。我要点哪里啊？把咱们的莲蓬的边边啊看过来，你看莲蓬的边儿，咱们把它点一下。那么大家看到咱们这个莲蓬的边边是不是一下就亮起来了？你看，那么这个颜色啊，看紧挨着咱们莲蓬圈圈的地方，就是这个莲墩墩的地方，咱们把它再点一下。啊，紧挨着咱们这个莲蓬墩墩的地方，你看点一下，有的地方没有点到的地方，咱们把它再点一下，让它这个你看莲蓬里边是不是一下子这立体感就出来了？好，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一个莲蓬出来了啊。那么这个莲蓬出来之后，咱们今天就要看什么了啊？咱们就要看一下花瓣的画法。那么毛笔呢，先在清水里边蘸一下。咱们现在用的是咱们的4号毛笔啊，这个就是说可以用4号毛笔。那么颜料呢，如果这个白颜色太稀了，可以再调一点点。那么一半用的是咱们稍微稠一点的白颜色，笔尖你看蘸一点点稠稠的颜色。那么这一笔从哪里走？咱们从一个一个来走，先从一个小的花瓣，咱们笔尖上压一下。那么看过来，今天这个关键就是怎么去用笔，笔尖压一下，压一下。那么下来在侧边我们再压一下。这是一个花瓣画好了，那么现在咱们再给它里边再来一个，再压一下，你看。所以说今天这个啊，就是专门和大家分享一个用墨骨的形式。那么咱们这个花瓣怎么去画？你看，笔尖稍微稠一点的颜色，压一下。好，这是2个花瓣画好了。那么下来咱们再继续看下边的，再给它走。这个走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先压一下，那么最后收笔的时候看过来啊，一定是收到咱们莲蓬根根的地方。这个一定是啊，这个收到莲蓬根根的地方。那么下来再继续，这个花瓣你看就高一点点了啊。那么这一笔呢，让它这个花瓣宽一点，咱们多压一下，你看笔锋多压一下，然后扫过来。看这一笔再扫过来，那么左边画了4个了啊。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看它，你看这里再给它来一个小一点，你看再提上来，再来一笔，那么再上来。好，左边画好了，咱们看右边啊。那么右边画的时候，这一笔你看再压一下，笔尖旋转。然后收笔的时候靠近咱们莲蓬的地方，那么一定是笔尖儿，你看这个颜色稠一点是吧？然后咱们压一下，它边边不够的地方，咱们稍微让它压一下。下来再来啊，再来一个
远一点啊，稍微远一点的，你看，仍然是收笔的时候要轻，看抬起来。那么里边看，轻轻的走它。这里我给它少一点就可以。那么现在这一步啊，就是最靠近咱们前边的出来了，咱们再继续加它。那么加的时候，如果笔根的水不够，咱们再加一点啊。如果笔根的水够，那么就不管它了。现在你看，1笔2笔，然后咱们再继续给它来一个圆一点的，看粘管的形式，看扫进来，对，直接把它扫进来就可以。现在咱们在左边再继续加它。那么左边这里啊，我就要给它再来一个大一点的，你看，大一点，压一下，笔锋侧锋，你看这里的收的时候啊，到这里就不要再往里边走了，对。那么这是第1笔，然后现在看过来，咱们第2笔，你看，再走，在这里啊，你看轻轻的扫它一下，那么用笔根的这个是清水，我们把它压一下就可以。看，这又是一个花瓣出来了。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大一点，咱们继续，你看笔尖上压一下，看笔尖上压一下，咱们侧锋粘管，对，然后收起来，收到咱们这个莲蓬根的这个方向。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看过来啊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小的花瓣，是不是？再给它再加一个小的花瓣。那么现在看过来啊，咱们一层一层的往外边要给它画了。所以说画这个荷花的时候，大家就注意，咱们一层一层的给它加。那么这一笔啊，你看过来，我要在这边给它再来一个花瓣了。看，可以从里边看过来啊。那么到这里，笔锋，你看旋一下，压一下，这一个花瓣又出来了。那么现在我就没有调颜色了啊，再继续这一笔，你看，给它这里再掏出来一个侧锋，走，然后让它你看垂下来的感觉啊。那么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在今天啊和大家分享这个花瓣的画法。那么现在笔尖再来一点颜色，咱们给它继续加，这里加好了，那么我这里啊，再给它加一个大的花瓣，你看从哪里加？从下边让它往上提，对，侧锋，然后笔尖再来，你看笔尖再来，再侧锋旋转，哎，收起来。那么现在再继续，咱们看这里啊，还再给它再加一个，那么。这里加的时候，看我可以从里边走，也可以从外边。这个花瓣给它尖尖勾一点点，稍微勾起来一点点。好，现在咱们再继续加它，我再给左边啊，左边咱们再加一个大一点的，看左边再压一个大一点。那么这个压的时候注意一下啊，你看我笔肚是清水，对，咱们今天啊这个笔肚是清水，只需要看扫它一下。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啊，咱们再继续看过来，看哪里还需要加它，咱们就收拾一下。那么这里还有一个，是不是还有一个？这一个呢，咱们画的时候啊，看笔尖是重颜色，从哪里？从这里，哎，提上去，对。那么现在呢，就要怎么样了？咱们现在就是笔尖调中重的颜色，看过来啊，咱们调中重的颜色，每一个花瓣尖尖的地方，我把它压一下。啊，每一个花瓣尖尖的地方，咱们把它压一下。看每一个啊花瓣尖尖的地方，咱们把它压一下。这样花瓣呢，它就有了层次感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这里啊，咱们再给它一个反瓣的形式，扫一下。
尖尖的地方重一点。只需要把它扫一下就可以。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啊，就是让它稍微干一会儿，咱们就用咱们的小号笔可以勾它了。那么勾的时候注意一下啊，笔锋看稠稠的颜色。那么也可以用咱们的那个2号笔啊，这个就是1号笔，有时候勾的时候拉不开长线，那么大家在勾的时候可以用咱们的2号笔。压一下，提。到画这个时候啊，一定记着，就是把它稍微干一会儿。咱们把它稍微干一会儿。好，现在咱们的这个花瓣儿边边画好了，现在呢，咱们要给它一个颜色了啊。那么还有一个什么颜色？现在看过来啊，我呢要给这个太白里边稍微加一点点，看黄黄的颜色。那么这个黄颜色加来之后啊，咱们再给它加一点点的这个太青蓝，加一点，一点点太青蓝。那么现在看过来，我要给这个花瓣啊，再把它扫一下。那么这个颜色看扫的时候扫哪里？就是咱们这个花瓣靠近咱们的这个莲蓬的地方啊。那么扫这一部分的时候，一定注意一下啊，咱们这个要稍微干一会儿，对，稍微干一会儿，让它你看扫一下，那么它就有了一个变化了。看过来，那么它就花瓣靠近咱们莲蓬根的地方，它就有了一点点变化了。你看，压一下就可以啊，有的地方咱们把它轻轻的扫一下啊，每一个啊都把它扫到。每一个都把它扫一扫。咱们现在呢，用咱们的太白色啊，这个调的时候不要调的太细啊，就是笔锋能拉开就可以。你看，我把它比这个花瓣尖尖。咱们把它提一下，所以说到这一步的时候啊，那么就根据咱们的画面去收拾它。这个勾线啊，不要勾的很细很细的，因为今天这个没有干，所以咱们在勾的时候就用斜意的形式把它勾一下就可以。那么如果啊你觉得那个1号笔有时候啊不好用的话，可以用2号笔勾线。1号笔因为勾短的线比较好用，那么像长线的时候咱们这个甩不开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啊，就是为什么给大家有2号笔、1号笔。我现在啊，把它尖尖，看只把它尖尖稍微扫一下。现在咱们再继续，你看笔尖上咱们来一点啊，给它点一下。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就不要着急啊，咱们你看。有的地方我可以看，再轻轻的点它，让它太白，再白一点。你看，笔尖上给它来一点。好，现在咱们今天啊，因为这个花瓣呢，我刚才给大家说了，咱们今天要画的一个很禅意的画。那么在画的时候，就不要像咱们平时画的那种花瓣，全部是咱们的什么花瓣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看今天啊，咱们给它还要加一个。这个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白颜色很小的丝丝的这种花瓣，我再继续加它一下，让这个花瓣呢更加的漂亮。现在看过来啊，咱们这个用重一点的、稠一点的墨色啊，我现在你看给它上边外边画一个稍微虚一点的线，那么通过这个线呢，就让咱们的这个花瓣呢一下子更加的有那种空洞的感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禅意画画的时候啊，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咱们画面表达的这个意境
而不是说为了画一个荷花而去画啊。那么就像工笔一样，像照片一样画出来，像照片一样。你看我所有啊，给它外边都画了一个空一点的、空心的，那么让咱们的这个画面呢，一下子就灵动了起来，是不是？你看，现在啊，看过来，咱们这一步就是稍微给它用重一点点的太白色啊。我为什么给大家这样说啊？咱们给大家这个荷花呢，大家也知道，咱们课程里边有几十种的荷花，每一个课程啊，给大家上的都是几乎都没有相同的啊，没有相同的。那么这个就是让大家学会了方法，学会了方法之后啊，大家在画的时候呢，就知道怎么去画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啊，咱们今天啊和大家在分享的就是一个非常有禅意的。你看我在这里啊，再给它加一个花瓣。那么你看现在我就是只用咱们的这个太白了，所以这一步呢也和咱们的协议画就结合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一我再给它有一个小小的花瓣，扫一下啊。那么尖缝的地方，咱们给它，你看，稍微再给它来一个。那么这样大家看到咱们的这个花瓣呢，是不是一下子层次感更多了？你看，现在啊，就是调的时候，只是我笔尖上调了一点白颜色。你看，那么里边呢小的花瓣啊，咱们就这样画的。现在咱们要调荷杆了。那么调荷杆的时候啊，大家现在也注意一下这个荷杆，咱们怎么去画它？今天的荷杆调的时候啊，看过来，咱们调一点点交叉色，但是啊，记着啊，咱们这个交叉色要少，以黄颜色，咱们的藤黄或者鹅黄为主啊。先调一点点花青，你看，然后在这个刚才咱们的这个交叉色里边，我把它压一下，你看，我把它调一下。对，那么底尖再来一点点咱们的藤黄或者咱们的鹅黄都可以啊，这个就根据你自己的喜欢绿一点调绿一点。那么我调了之后看过来啊，底尖上再有什么颜色，再来一点点交叉色，对，再来一点交叉，那么让它这个荷杆呢是一种灰灰的绿颜色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我再调一下，笔锋刮一下，刮扁，扁了之后啊，咱们要给它蘸墨汁了。如果觉得你刮不好的话，可以用一个小的毛笔，只给这个笔锋的两边蘸一点点墨汁。现在咱们从哪里？我要从正对着莲蓬的地方，咱们把它拉下来。你看，那么今天的荷杆我就不画那种很弯的了，但是呢，也让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荷杆。那么纤的一笔就下来了。现在笔尖上来一点点的墨汁啊，你看笔尖我要画什么了？画它的小刺儿了。那么画小刺儿的时候，看也是点的时候啊，长长短短，多多少少。那么一笔下来，记着啊，这个小刺儿千万不能把它点的很均匀，或者密密麻麻的点到咱们的这个荷杆上啊。那就少了韵味了。你看咱们不同的荷杆，我给大家点这个小刺的时候，那么手法也是不一样的，用墨也是不一样。你看下边是不是就越来越淡了？那么现在啊，咱们看到咱们这个是不是越来越淡了？那现在我就要画蕊丝了。看过来，今天蕊丝怎么去画？首先是咱们的这个太白色啊，我刚才说了，咱们挤一点太白色，调到咱们的这个藤黄色里边啊，现在看过来，今天的蕊丝调到咱们的藤黄色里边。那么今天蕊丝啊，我就要根据咱们的这个画面，我要走了。你看，我点它了啊，来一滴水。那么你看今天的蕊丝点的时候，用什么颜色？用咱们的藤黄，加的是太白色。我就希望啊，大家呢跟着我来能学到更多的不同的方法，
调色，不同的调色，不同的方法，让大家就是说有了这一个课程，那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是开心和快乐。你看现在啊，继续，你看笔尖上调一点颜色。那么我们啊画的时候一层一层，你看一层一层的去画它。今天的蕊丝因为要配合咱们的这个画面的啊，所以说在画的时候，那么也要注意，不要像咱们平时勾蕊丝。下来就到长长的蕊丝了，看过来啊，那么我就要把它拉得长一点。你看，和咱们的这个荷花呢，整个啊要有一个呼应。那么现在继续，你看，我给它。那么现在看到了，这是一个啊，我现在呢再调一个什么颜色？再调一点点咱们的这个鹅黄色啊，调一个鹅黄色，加一点点太白色。那么这一笔看过来啊，我要你看压了，你看，再继续，你看笔尖上啊来一点点咱们的鹅黄色，先我压一下。现在我用的是2号笔啊，为什么给大家说咱们的2号笔画这种长的线条，它是非常棒的。你看，我继续，看压它。你看今天的蕊丝啊，给大家就分享了一个不一样的蕊丝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咱们这个蕊丝呢，飘飘落落的。那么现在啊，咱们再继续，我把这个蕊丝尖尖点完啊，你看我今天的蕊丝，给大家啊还有更多的。那么现在我用的是太白色，把蕊丝点一下。点这个蕊丝的时候，你看我现在呢就要错错落落的点它，尖尖，你看走的时候压一下，再给它尖尖也来一个啊，白白的。你看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画的时候啊，我就是缠一会儿，那么它就有缠一会儿的道理啊，不是说啊画的时候啊，那么就只画了一个荷花，而更多的咱们的这个课程就是让大家就是表达的一个故事啊。你看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鲜鲜的感觉是不是一下子出来了？好，今天咱们这个画呢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咱们看一下最后的落款怎么落。那么整个画面是一个非常禅意的，咱们落的时候可以只用一个小闲章，也可以很淡的，就是很小的写一个名字，写到这里都可以。那么今天啊，咱们看一下，如果写名字的话啊，你就写到这里。那么如果落章的话，咱们只需要看给它落一个很小的闲章或者明章都可以。所以说今天的这个画啊，落款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。那么现在再看一下啊，我再给它来一个小小的闲章，这个章呢落到哪里？咱们落到这里。那么现在咱们这个所有的画呢就完成了。那么咱们下一节课再见。